印度主办的 G20 峰会不谴责俄罗斯，莫迪小步背叛普京，并给中国挖了个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近日 ，G20 集团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开会。在俄乌冲突爆发的背景下，这场会议最终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改由印度发表主席声明。原因大家也都猜得到，许多 G20 成员要求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并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但是 G20 财长峰会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论坛，完全没有理由在一个全球经济会议上去谴责一场在欧洲发生的战争。所以中国和俄罗斯都投下了反对票。但是作为会议的主办方，印度选择了支持要求俄罗斯撤军。这看起来就像是莫迪对普京的一个小步背叛。此次会议的结果与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首脑峰会看起来是一样的。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所以只能由东道主发表声明，也就是承认分歧无法化解。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俄罗斯承受的外部压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印度此时选择谴责俄罗斯，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虽然不同意 G20 财长峰会发表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声明，但给出的理由还不是反对这个议题，而是反对在经济会议上讨论政治军事问题。而美国财长耶伦则表示，必须在联合公报中谴责俄罗斯发动战争，因为不这么做就是比巴厘岛峰会的宣言还要倒退一步。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表示，谴责俄罗斯的力度不能弱于巴厘岛峰会所达成的联合声明。最终，法国财政部长拒绝在联合公报上签字。印度作为主办国，一直在联合公报上反对使用战争这个词，被西方国家批评为掩人耳目。所以印度这次作为 G20 财长峰会的组织国，赞成要求俄罗斯撤军恐怕也是被迫的。其实印度在 G20 财长峰会上一直想帮俄罗斯，采用的办法就是转移 G20 财长会议对俄乌冲突的关注度，而且把目标指向了中国。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许多国家的财政活动正在受到不可持续债务的威胁。他呼吁 G20 关注世界上最脆弱的公民。印度还为 G20 国家起草了一份提案，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大幅度削减贷款或者接受贷款损失，从而帮助那些负债国。你也可以理解为，印度人只想动动嘴皮子就博得那些负债国的支持，而让中国等债权国承受巨额的经济损失。俄乌冲突的爆发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而前2年的新冠疫情又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暴涨，很多国家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国，他们一直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非洲也有很多国家的财政陷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莫迪的套路就是动动嘴皮子，自己不花钱，让别人去解决世界上的债务问题，这完全是异想天开。不过让印度人遗憾的是， G20 财长峰会最终未能就大幅度削减贷款一事达成共识，反而把注意力聚焦在了要求俄罗斯撤军的问题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我们当然会和当事国进行协商，包括推迟还款期、减免一定的债务等等。但这个人情是中国给的，而不是印度人给的。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欧盟对俄罗斯宣布了第10轮制裁，美国和英国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更广泛的制裁。所以 G20 经济峰会最终仍然把注意力转向了俄罗斯，这可真不是印度人能够改变得了的。不过这场峰会也让中国看清了印度的套路，冒充好人搞投机，薅中国的羊毛，这样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